中国新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但是2025年的中国新年却显得是格外的冷清。即使在广州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缺乏应有的年味儿和人气。视频中显示的是除夕当天，广州的景象，广州地铁3号线、珠江新城和体育西路上几乎都是空荡荡的，没有什么行人。这则视频的字幕显示，今年新年广州上演空城计，街道是冷冷清清的。正月初一的广州，平时车水马龙已经不见踪影，今天成为一座空城。即使是平时走路人挤人的广州城中村，现在也只剩下空荡荡的村落和本地的居民。街上不少店铺都关門了，即使飯店保持營業，但顧客也很少。今日係大年初二啦，帶大家睇下廣州街頭係咩樣嘅先啦。哇！你睇條路，車都冇部，爽啊！條街上面就空溜溜啊，人車都少啊。東風東路啊！平時落班時間車水馬龍嘅，見到呢個位置水泄不通㗎，你睇下。即使是大年初3，路上行人依然很少。过年这几天一直没有出门，今年初3打算出去找找摊位，顺便买点菜。出门才发现外地人走后，大街上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也没有几家店是开着的。初3的市场连卖菜的都没有，难道广州过年都没有人卖菜吗？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在广州过年，看着现在的广州感触良多。这几年也明显感受到广州少了很多外地人。前段时间去我工作过的园区转了转，到处都是空置的办公楼，走在大街上，转让的店铺也比以前多了。不知道再过几年又是哪番景象。对于过年期间广州变空城的说法，有网友回应说，广州本来就没有多少本地人，外地工作的一回家，到处都是空城。也有网友指出呢，这种情况可能和今年生意不好做有关系，因为广州有很多做服装和外贸生意的人都提前关门了，回老家过年了。也有广州本地人留言说，过年期间老城区有很多人，本地百姓都逛花街了。其实呢，过年上演空城计的不光是广州，上海呢也是如此。一名男士说自己在上海过年的情况：第一次在上海过年，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不知道的还以为口罩又封城了呢。街道上空无一人，就连个红色都没有。这过年主打的就是一个冷清，平日里拥挤的地铁，现在都可以在车上跳舞。我就纳闷了，上海人都不走亲戚吗？以往人潮汹涌的南京西路，此刻也只有寥寥数人。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街上也是行人少得可怜。这就是武平的县城，唉，街上都没人哦，都没人。按理说呢，城里人潮不见了，是因为很多人都选择回乡过年了。但今年中国农村同样出现诡异的一幕。我突然之间好像发现一个挺可怕的问题啊！过年你说城市里面没有人，这个大家都知道，但现在似乎连农村都没什么人啊，农村都是这样冷冷清清的啊！你说咱们中国14亿的人口，这个人呢，人去哪里了呢？城市里面也没什么人，农村里面也没什么人，这个越想都感觉是越可怕的一个问题。我甚至都开始对我们中国是否有14亿的这个人口都产生了一丝怀疑了。这就是过年，整个村里几乎都没有人啊，再也没有以前的感觉了，全是空房子，哪有人啊？光有空闲的房子了，农村都成了幻想了。今天才是大年初3，就已经没有了年的味道了。才9点多，每家每户都闭了门，也没有小孩子的喧闹，更没有大人的寒暄，只有静悄悄的农风，太凄凉了。这样的场景就是热闹了2-3天。一名女博主说出农村冷静的原因。我不知道大家那里是什么情况啊，反正我们这呢，气氛跟往年完完全全不一样，街上的人流稀疏了，各个乡镇的大集市也没有那么多人了，甚至
大连门都不出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大家突然醒悟了，不再沉迷于物质的一个享受了吗？根本就不是这样。我说白了，其实就是大家在兜里的钱不够花了。现在物价飞涨粮食价格却越来越低，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难过呀。农民老铁们省吃俭用，就是为了给儿女攒房子首付，有的买了房子的还要帮着儿女还房贷。你说种地收入一年才几千块钱，拿什么去买上100万的房子呢？多少50、60岁的老农民都一把年纪了，还要跑到陌生的城市再去打工。这个中国年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都显得分外的沉重。有江苏网友自嘲说，大年30和初一都在上班，过年就买了10块钱的橘子。说来说去呢，还是为了趁着过年期间多挣点钱。有博主总结说，今年新年期间的反常现象。大家发现没有，今年的微信上收到的拜年消息屈指可数，微信群里发红包的热闹劲儿也没了，甭管是亲戚家族群还是工作群，都安安静静，抢红包拼手速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春节不仅越来越冷清，今年过年可能是我40多年以来感到是最异常的一年，现在真的是超乎了我的认知啊！到底咋回事呢？是年味被拉入了黑名单了吗？还是说应见的这种亲戚见面呢，不问冷暖呢，专攻痛点，工资涨没有啊，对象找了没有啊，房子买了没有啊？随着中国经济下滑，人们过年走亲戚的伴手礼也降级了，甚至出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在河南过完春节以后走亲戚谁最忙？牛奶、鸡蛋、火腿肠。我是不爱说话的马店小老表，在河南过完春节以后走亲戚就是一箱牛奶的旅行，同一箱牛奶，这家点给那家，那家点给这家。你买的牛奶你知道最后谁喝这箱牛奶你可能真不知道。你把牛奶点给恁大舅来，恁大舅点给恁二舅来，恁二舅点给恁小姨来是吧？恁小姨来瞧瞧他大姐又把牛奶点给恁家来是吧？你一看恁惊讶的连普通话都出来了，我的牛奶浪漫一圈又回来了。卖年货的商家在过年期间心里也是不好过。咋弄？年过了，剩那礼盒咋弄？你这过节你都不送礼嘛？你不买点水果礼盒嘛？这都是的，这剩那些咋弄？哎，你生意怎么干？没法干啊，干得憋屈。要搁过年，以往早都抢完了，这都过年初5了，这堆得跟山一样的档口，你说咋治啊？过年期间贴对联都寄托着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美好的向往，但这名深圳服装店主自创的对联却浓缩了很多普通人努力打拼的辛酸经历。对联上联是一把卷尺2只手，三餐不定，只为四季有活儿，拼得5脏俱损，6神无主，仍然7点起床，8点开工，晚上9点未回，十分辛苦。下联是10年装裱跑遍9州，八面玲珑，忙得七窍生烟，换得6根不净，五体欠安，依然是四处奔波，3更不眠，只为2个铜板，拼搏一生。对联横批是我在深圳做牛马。有网友评价说，基本就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一生。也有人指出，这是空前绝后的对联，时代之产物。过年期间，人们不管是回到老家还是留在当地，都免不了和亲戚朋友或是家人出去吃个饭，辛苦一年，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但今年餐饮业在过年期间却是十分的冷清。我的妈呀，这全倒闭了啊！今年是个什么情况啊？我干餐饮10几年，第一次见到啊！现在是春节假期，按理说应该是最热闹的时候，结果你看看啊，街上没有人，商场里也没有人，整个商场就2、3个人，这太吓人了。说实话，餐饮人一年到头就指望过年这2天还能再赚点，结果呢，你看看现在这个情况，难搞啊，兄弟们！其实呢，还不光是餐饮业在过年期间遭遇寒冬，就连花市呢也是同样的艰难。在中国南方，特别是在广东，都有过年期间买花、送花做拜年礼物的传统，但下面的一幕却是让人唏嘘。只见一名卖花老板亲自把自己卖不出去的金桔树连着花盆一起打烂，视频字幕显示打烂也不卖，等于不亏。中国人庆祝新年有几千年的历史，
但是在中共治下，很多中国人连庆祝新年都没有心情了，草草过个年。一名博主总结说，经过不懈的努力来，春节终于变成了一个普通节日。明明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禁止放鞭炮，主持人还一本正经地说炮竹声声除旧岁。春节最大的意义或许就是家人能够团聚一下，但是除夕当天才放假，那些外地上班的人，他怎么样才能赶上回家吃上年夜饭呢？年轻人春联不贴了，亲戚不走了，传统祭祖不见了，传统习俗不见了，传统的拜年礼仪也没了，所有的人好像都很匆忙，终于成功把一个5000年中华民族红红火火过大年变成了一个鸦雀无声的休息日，安安静静除旧岁，平平淡淡迎新年。其实这也是对中共的拷问，这背后的黑手就是中共。今年多地都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人还没过完年就提前回城继续打工了。你们看嘛，今天才初5，我们生产队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剩下来的都是些缺哑巴老头儿和老太婆，其他的都出去搬砖的搬砖，打螺丝的打螺丝了。从2024年2月1号开始，中国各地的火车、高速公路就出现赶回城市打工的人潮了。不少珠三角地区的基层打工者也是纷纷提前返程。有打工人员说，出现提前回城的原因，这既是为了避开返程的高峰，也是因为家里经济不好，想早点工作挣钱。有广州财经博主说，今年过年返程现象让人想不到，返程潮竟然是提前在大年初3就出现了。国道、高速公路都开始塞车。他认为打工人潮提前回城是因为手上真的没钱了，大家要抓紧时间打工挣钱。一些网友也表示，今年有点反常。昨天2月1号开始，很多已经返工了。今年很多店初3都营业了，之前都是初6。中国人在新年期间出现种种的反常现象，包括城市农村年味淡薄、人流少、伴手礼降级、提前返程打工等等，都说明在中共的治下，民众为了糊口而苦苦挣扎。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请您订阅、点赞，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